扬鞭策马在街道上狂奔，转角处迎面撞上了丧尸群，马儿惊恐的嘶鸣声划破了死寂的街道，瞬间惊动了眼前的丧尸。生死瞬间，他果断勒转马头，朝着相反方向策马狂奔，试图逃离这个充满死亡气息的是非之地。身后的狮群如汹涌的黑色浪潮蜂拥而至，可更加糟糕的是，前方道路也被丧尸堵得水泄不通。眨眼间，瑞克便陷入了前后夹击的绝境。丧尸群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将他和受惊的马儿团团围住。瑞克不慎被丧尸从马背上拽起，重重地摔落在地上。马儿发出凄厉的哀鸣，却在瞬间被丧尸吞没。瑞克趁着混乱，手忙脚乱地爬向坦克的下面，试图躲避丧尸的攻击。可那些丧尸敏锐地捕捉到了活人的气息，纷纷蠕动着挤进坦克下方的狭小空间。此刻，瑞克手中仅剩一把6发子弹的左轮手枪。面对层层叠叠的丧尸，这点弹药不过是杯水车薪。在绝望中，他把最后一发子弹留给了自己。Glory, Carl, I'm sorry. 他忽然发现坦克底部的逃生舱口，瑞克狼狈地爬进坦克内部。看来老天并不想让他就此死去，或许他还有更重要的使命等待着他去完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景荣。这部剧以主角瑞克的末日生存为主线，用极致的紧张感与生死博弈，构筑了末日题材美剧中难以超越的巅峰之作。它不仅承载着一代人长达15年的青春记忆，更有无数令人扼腕的意难平，刻下了属于一个时代的荧屏烙印。一切还要从瑞克的一次抓捕行动开始说起。他在紧张激烈的抓捕行动中，却不慎被子弹击中，愤怒的搭档对着歹徒疯狂射击，直到那歹徒被打成了筛子。然而幸运的是，瑞克身穿防弹衣，侥幸地逃过致命一击。可他还没来得及庆幸，却没料到还有一个狡猾的漏网之鱼，趁着他们放松警惕的间隙，突然开枪，子弹精准地击中了瑞克的肋骨。而这看似致命的一击，却意外成为他的生机。因为重伤，瑞克被紧急送往医院，陷入长达数月的昏迷。这天，平静的医院突然陷入骚乱，原来是军队接管了这里。可这些士兵的行为却令人震惊，他们头戴防毒面具，竟然残忍地向医护人员开枪，整个医院瞬间沦为人间炼狱。肖恩趁着混乱，费力地推来一张病床，心急如焚地试图将瑞克转移出去。可就在抱起他的瞬间，监护仪突然发出尖锐的报警声，肖恩的心猛地一紧。他急忙过去查看情况，突然一名士兵猛地推开了病房的房门。士兵冷漠地扫了眼闪烁的仪器，误以为床上的病人已死亡，便转身离去。肖恩心急如焚，看着昏迷不醒的瑞克，心中充满了无助和迷茫。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窗外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，整栋大楼剧烈震颤。危急时刻，肖恩慌忙将耳朵贴在瑞克胸前，试图捕捉微弱的心跳，却被外面的枪声彻底掩盖。悲痛与绝望中，他误以为好兄弟已停止呼吸，不得不含泪离去。临走前，他用力关上病房门，并将病床横在门口。这个出于本能的告别仪式，却在无意中为瑞克筑起一道生命屏障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昏迷中的瑞克终于苏醒，发现自己身处一家医院的病房，病房里弥漫着诡异的寂静，桌子上的鲜花早已枯萎凋零，时钟也定格在了2个月前的某个时刻。他试图起身，却因长时间卧床，双腿发软，不听使唤，一个踉跄又重重地跌倒在地。他虚弱地呼喊着护士，然而回应他的只有无尽的死寂。当瑞克艰难地走出病房，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不已。医院里一片破败不堪的狼藉，墙上布满了触目惊心的弹孔，地上凝结着令人心悸的斑斑血迹。他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，缓缓来到走廊的尽头，只见门上赫然写着不要开门，里面有丧尸。突然，被铁链锁着的铁门开始不停地剧烈晃动，发出令人胆寒的声响，吓得瑞克浑身一颤。紧接着，一只苍白如纸的手从门缝中伸了出来，伴随着从里面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低吼声，仿佛来自地狱的恶魔在咆哮。瑞克被吓得脸色惨白，转身不顾一切地拼命逃离。他慌不择路地来到了医院的紧急出口，可眼前的景象瞬间让他跌入谷底。外面的世界宛如一片死寂的废墟，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尸体，上面裹着白布，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。曾经繁华的城市，如今已面目全非，残垣断壁随处可见，宛如一座被死神诅咒的鬼城。瑞克在路边捡到一辆自行车，他心急如焚地骑着车，匆忙赶到自己的家中，急切地寻找着自己的妻子洛丽和儿子卡尔。可屋内一片凌乱，空无一人。
瑞克声嘶力竭地大声呼喊着妻儿的名字，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绝望地回荡，却没有得到丝毫回应。他不愿相信眼前这残酷的一切，拼命地拍打自己的脸，希望这只是一场可怕的噩梦。然而现实却残酷得让人无法逃避。瑞克失魂落魄地来到外面，茫然无措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，他眼神空洞，心中满是疑惑，不知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。就在这时，他隐隐约约看到街上有一个人影正缓缓朝他靠近，突然一个黑影如鬼魅般从背后袭来，他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，就被一铁锹重重地拍在头上。等他再次悠悠转醒，发现自己被牢牢地绑在床上，眼前站着的是摩根和他的儿子杜安。摩根警惕地盯着瑞克，眼神中充满了戒备，询问他是否被丧尸咬到。瑞克虚弱地解释自己是警察，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歹徒击中，昏迷了整整2个月。摩根伸手轻轻摸了摸瑞克的额头，确认他没有发烧，这才微微放下戒心，随后给瑞克松了绑。夜晚，在与摩根父子的交谈中，瑞克得知了这个世界的可怕变故。2个月前，一场神秘的丧尸病毒突然爆发，几乎一夜之间，世界陷入混乱。被丧尸咬过的人会在短时间内死去，随即化为行尸走肉，继续攻击活人。大部分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，只有极少数人侥幸存活下来。他们四处躲避丧尸的追杀，艰难地在这残酷的世界中求生。突然，窗外传来汽车尖锐的警报声，划破死寂的夜。原来是夜晚大量丧尸出来活动，不慎碰到车辆。夜晚他们要格外小心。丧尸的听觉异常灵敏，任何声响都如同死亡的召唤。只有当黎明的曙光驱散黑暗，这些可怕的怪物才会逐渐散去。而摩根的妻子也不幸被咬，沦为丧尸。杜安每次看到变成丧尸的妈妈，眼中都充满了悲痛与绝望。而更令人心碎的是，每当夜晚，妻子都会回来，试图打开房门，仿佛残留的生前记忆指引着回家的本能。摩根父子之所以选择留在这个危险重重的小镇，正是因为无法割舍这份残存的亲情。其实摩根早已动过终结妻子的念头，却始终无法下手，那毕竟是孩子的母亲。天亮后，摩根父子带着瑞克出门，传授末世生存法则，一定要瞄准丧尸头部攻击，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杀死他们。话音未落，一只丧尸蹒跚逼近，瑞克深吸一口气，握紧手中的木棍，朝丧尸头部狠狠砸下。虚弱的他累得瘫倒在地上，气喘吁吁。这是他第一次亲手杀死丧尸，心中既充满了恐惧，又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成就感。这也是他迈出了在这个末世生存的第一步。随后，瑞克带着摩根父子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。他坚信自己的妻儿还活着，因为妻子临走时带走了家里那张珍贵的全家福。在他看来，小偷不会对这种无用之物感兴趣。这时，摩根告诉瑞克一个重要消息，在广播停播前曾宣称亚特兰大市设有军方避难所，瑞克的妻儿可能在那里。这个消息重新点燃了瑞克的希望，他决定前往亚特兰大寻找亲人。接着，瑞克带着摩根父子来到警局，他们利用警局自备的丙烷系统，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。毕竟，在这个物资匮乏的末世，简直是上天的恩赐。瑞克希望摩根和他一同前往亚特兰大避难所，那里更安全且有更多幸存者。可摩根舍不得将妻子独自留在这里，他则决定继续留在小镇守护家园。随后，瑞克打开了警局的弹药库，为他们增添了火力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分别时，瑞克将自己的对讲机送给摩根，叮嘱对方遇到危险或有消息时随时联络。离别时，他们互相鸣笛，以示祝福告别。瑞克正式踏上了前往亚特兰大的危险旅程。摩根回到家中，将楼下的门窗盯得严严实实，然后来到2楼，拿出自己和妻子的照片，眼神中充满了回忆与痛苦。今天他决心做个了断。接着，他将狙击枪架在椅子上，瞄准了屋外徘徊的丧尸群。随着一声枪响，打破了小镇的寂静，很快引来了大批丧尸。妻子的身影也出现在房前。摩根深吸一口气，瞄准镜中的十字星，在他身上颤抖，泪水模糊了视线，迟迟无法扣动扳机。那是他相爱多年的妻子，是孩子的母亲。摩根哽咽着，最终还是不忍心开枪。瑞克一边开车一边用对讲机呼叫幸存者，然而竟真的联系到一支幸存者小队。然而由于信号时断时续，他们没能建立起有效的联系。此时的瑞克还不知道，他的妻儿就在这支小队之中，还有他的好兄弟肖恩。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自己的妻子洛丽和肖恩已经有了特殊的关系。然而瑞克的寻妻之路也异常坎坷，途中汽车没油，抛锚在半道，他只能带着家人的合照，背上沉重的武器，徒步艰难前行。在路过一个农场时，瑞克意外发现了一匹马儿，这简直是上天的眷顾。瑞克喜获了新的交通工具，便开启了一人一马的末世征程。
不久之后，瑞克抵达亚特兰大的城外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心碎。废弃的车辆堵塞逃离城市的街道，这座曾经繁华的城市，如今只剩下一片悲凉与死寂。这一幕也成为了末世影片中令人震撼的经典场景。瑞克骑马缓缓进入城内，四周静得可怕，唯有马蹄声在空旷的楼宇间回荡。瑞克的到来惊醒了公交车上沉睡的丧尸，随着丧尸们的苏醒，低沉的嘶吼声在城市中此起彼伏。越往里走，气氛越发阴森恐怖。就在这时，空中传来一阵轰鸣声，瑞克抬头一看，竟是一架直升机，他心中燃起希望，快马加鞭前去追赶，可却在拐角撞见密密麻麻的丧尸大军。瑞克慌忙策马掉头，快马加鞭逃离，可还没跑多远，前方也被丧尸挡住了去路。慌乱中，瑞克被丧尸从马背上拽落下来，趁丧尸被金马吸引的间隙，他狼狈地躲进一辆坦克底部，用随身携带的手枪干掉了几个追来的丧尸。危急时刻，他幸运地顺着坦克的底部舱门钻进了坦克内，可刚松了一口气，瑞克就惊恐地发现坦克内竟然还有一具丧尸。他用本来留给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阴差阳错解决掉了眼前的威胁。然而在狭小的坦克内，枪声的回荡震得瑞克头晕目眩，他挣扎着摇摇晃晃地爬出坦克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坠入绝望的深渊，四周已被尸群层层包围，根本无路可逃。他只能关上舱盖，不得不再次躲进坦克。可躲在这里是暂时安全，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如果逃不出去，他肯定会被困死在这里。就在瑞克满心绝望之际，坦克内的无线电竟不可思议地突然传来声音 Dumbass. Yeah, you in the tank. Cozy in there?